盲眼少年在深山支教多年，却不知道台下的学生都是山中大妖。少年随便讲的小学语文，对他们来说都是绝世功法。随口讲述的仙侠小说，都会让这些大妖彻底无脑。3年后，教育局前来调查时，意外撞见了王八钓鱼、黑瞎子种地、野猪穿围裙熬汤，而他们竟然全部在孝敬一位人类老师。同学们，认真听讲。接下来的话重点。好的，老师。话说的美猴王得到菩提祖师的教诲后，直接去龙宫讨要法宝，随后头戴凤翅的金冠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脚踏藕丝布，上古真神果真恐怖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先祖竟然这么牛逼呀！不行，我可不能给猴族丢脸，我一定要跟着师尊好好学习，将来定要学一身通天彻地的本领。孙老六，管好你家猪，别打扰同学们上课。是。孩子们，好好理解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。好的，师尊。不知不觉已经整整4年了。我叫林轩，4年前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了一个支教的盲人教师，并且绑定了一个名为最强师尊的系统。系统告诉我，只需5年，这个世界的灵气就会复苏，而我需要在这5年的时间里招收学生，教书育人。待到灵气复苏后，学生们的实力越强，我的实力便越强，而且到时候我还能恢复光明。在这大山之中，有很多被弃养的孩子。比如说小白和小黑，我从未见过他们的父母，因为怕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，所以一直也没有问过。但我能猜出来，他们都是被父母遗弃的可怜孩子。尤其是孙老六，每天上学都带着一头猪，想必家里大人忙，没时间养猪吧？师尊，怎么了，小黑？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？我想说，下一节课能不能讲那个遮天呀？听说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夜天地。师尊，我想听完美世界，皇室受难，开辟洞天，吾辈向往之。好，你们说的这些为师都会考虑的。今日所学，仍需勤加感悟，不可懈怠。下课吧。好的，师尊。师尊身体弱，得多吃点肉，好好补补。自我补气血，对师尊的眼睛有益。师尊目盲，我定要习得通天医术，为师尊重塑光明。算算日子，上级今年的教育拨款也该下来了，村里的屋顶要修缮，孩子们的笔和纸也快用完了，怎么今年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陈副局长，感觉一进这云溪山脉，手机、导航、所有电子设备信号全都没了，看见那什么磁场黑洞一样。知道了，装神弄鬼，这个叫林轩的胆子真是到了天上去了，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云七尊，连续4年骗取国家教育扶持款，金额高达数十万。没错，我们从卫星地图上反复确认过，这一带确实是深山老林，是无人区，真想不通他怎么敢的。所以我们才要来，就是要抓他一个人赃并获。陈副局说的对，我倒要看看他对着这片荒山怎么给我变成个学校里，这次一定要把他送进去。这里好像真的有村子，我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别被表象骗了，说不定是他知道我们要来，提前雇人演的戏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有狼！荒郊野岭有狼很正常吧？嘘，咱们小声点儿。我操！这狼被惊动了，快跑！救命啊！我操！有人，快跑啊！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来了！我刚刚没有听错吧？那头狼会说话。你别自己吓自己，一定是人扮的。这村子的人想把我们吓走。扮的？哎呀，你见谁家扮野兽跑得比真的还快呀？哎，这地方不对劲儿，非常不对劲儿，我们需要马上离开。可是我们的车还在村口，我们现在往哪跑呀？感觉都迷路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离刚刚那个鬼地方远点再说吧。我宁可在山里喂蚊子，也不想被那个狼拐当晚餐。我的先祖竟然这么牛逼呀！嘘，都别说话，听。是水声，还有好像有人在说话。有人？太好了，是不是有别的路人？我们去求救。好，跟我来。吉吉呀，以后上课不要叫唤，师尊不喜欢被人打断。你呀，跟着师尊整整3年了，至今都没学会说话。师尊以为我走哪儿都带着一头猪呢。哎呀，罢了，师尊这2天气血不太好，我给他钓2条鲫鱼补补。你们听到了吗？不，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我们都集体出幻觉了。不，这不是幻觉。孙老六，你这个笨蛋，钓了这么久，连一条鱼都钓不上来。黑熊哥在做饭，现在就等你这条鱼下锅，再钓不上来，你自己跳水里捞去。行，知道了，我赶紧钓，我这就钓。哎呀，虎哥，你别着急，呀！会说话的猴子，会骂人的老虎，他们还认识一只会做饭的熊。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跑！我跑不动了，真的跑不动了！我的天，听起来就死定了！你想被那只老虎当成下酒菜吗？方向，我们得确定方向，不能乱跑。快看，那是不是房子啊？有房子就有人，走，快！这里有人住。老乡啊，是客人吗？这深山里已经快4年没有来过客人了，快请进。啊，快请坐。哎呀，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了。老乡啊，你这一个人住在这深山老林，不害怕吗？不怕，这里很多人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当然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是一个盲人，多亏了老乡们照顾。桌子上这些野菜也都是他们给我摘来的。这些草怎么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啊？这山里空气好，野菜的味道自然就好。这些你们可以带回去尝尝，真的很好吃。那谢谢老乡。你们是从山外来的吧？是啊，我们是县教育局派来做调研的。教育局？对，我们是来调查这里支教信息的。档案上说，一直有个乡村教师在这片山区支教，可我们找了整整1天，一个人都没看到。支教当然是真的，并且这里有很多学生。哦，有很多学生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们还以为信息有误，找错地方了。是啊，有人就好。同学们都过来集合，咱们学堂来客人了。这位仁兄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你别过来！跑啊！快跑啊！陈副局，你醒醒啊！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老陈他怎么样了？还有气吗？有气，可他就是不醒啊！
这是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还活着吗？真不觉，那个总算醒了，吓死我们了！我们还以为你俩痛了。你刚才吃点饼就倒下去了，我们真以为您犯了心脏病，要撂在那儿了。我问你们，这到底是在哪儿？在车上，陈伯爵，咱们在车上，正在回县城的路上。原来是做了个梦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不知道，我刚刚做了一个……陈夫君，那不是梦啊！刚刚发生的全都是真的。是真的！千真万确，我们亲眼所见，我们是拼了命才跑出来的。开车，开快点！回到县城，马上去警察局报警。对，去警察局，必须报警。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帮到你？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您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，你们千万别害怕。没事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不会怕。您请说。对。您请说，我们听着。在云栖山脉有个叫云栖村的地方，那里有大妖。先生，您能具体说一下吗？有黑熊，还有灰狼，超级大的黑熊和超级大的灰狼啊！黑熊啊，会说话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头黑熊它会说话，还有猴子，猴子会钓鱼啊，拿着鱼竿正儿八经钓鱼的猴子。这事儿太大了，你们必须马上重视起来。等等，你是在笑我？没有。对，我没在开玩笑。哎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陈述事实啊？你们俩是这局里新来的吗？怎么这么不专业呀？大叔，我们有在好好听，我们是警察，我们都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无论多好笑，我们一般是不会笑的。对，除非实在忍不住。好了，现在言归正传，您继续说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会钓鱼的猴子，会说话的熊，还有好多怪物，就在那个云栖山脉的云栖村里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我强烈建议立即出警。不如这样，先生，您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，您先回去等消息，我们一有进展第一时间通知您。行。你们要快呀，赶紧出警，那里很危险的，记得多带点人。哎呀，老陈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事情调查清楚了没有啊？别提了，我怎么能不提呀？云栖村那个支教老师整整4年，从我们局里骗走了10几万的教育拨款啊，10几万呐！我这几天觉都睡不好，生怕上面查下来，到时候我这个局长就不是为人民服务，而是小官大贪的典型。哎呀，你到底查明白了没有啊？调查？哎呀，调查个毛线呐！老宋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是差点就回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找到那个林轩了？他人呢？钱呢？什么钱呢？命都快没了！那个村子邪门的很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里有会钓鱼的猴子，还有黑熊，他会说话。老陈，是不是这几天压力太大了？出现幻觉了，发烧了呀？哎呀，我没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，还调查？再去一次，我老命就交代在那儿了。那个支教老师
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指不定就是个化形的妖怪。哎呀，老陈呐，我们是政府单位，是要讲科学、讲证据的。你跟我说猴子钓鱼，黑熊说话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上面写报告啊？你不信，你当然不信了，连警察都不信。哎，我不管你遇到了什么，老陈，现在拨款的窟窿必须堵上，那个支教老师必须找到，这是死命令。找个屁，要找你去找。那个支教老师必须找到，这是死命令。好的，师尊。这是那个支教老师塞给我的，他说这玩意儿很有营养。妈的，反正今天离谱的事儿够多了，也不差这一件，尝尝就尝尝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是返老还童了！各位想必资料都看过了，最近网络上关于云栖山神草的传闻愈演愈烈，从最初一个地方官员返老还童的都市传说，到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人声称见到了这种会发光的植物。老，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炒作？找个网红 P 几张图，编个故事，就能收割一波流量。雷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分析了目前网上所能找到的所有影像资料，虽然大部分清晰度很低，但不可否认，那个地方官员就是变年轻了。而且空管部门的朋友私下透露，云栖山脉上空的卫星最近确实侦测到了异常的能量波动，强度不大，但真实存在。老师们，这是真的呢！一种能促进细胞超速再生、逆转衰老的植物，这是足以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发现啊！我们必须去看看。我同意小雪的看法，无论真假，这次的事件已经引起了高层关注，我们必须组织一支科考队前往云栖山脉查明真相。事不宜迟，明天出发。哎呀，这儿的空气倒是不错，负氧离子含量爆表，来洗洗肺也好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闻到什么？食物的芬芳，泥土的气息吗？不，是一种很特别的清香，淡淡的，但让人精神一振。哎，我闻到了，于姐，网上说那个灵草就自带一股清香。所有人打开环境探测仪，灵狐分析气味来源方向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报告，空气中检测到一种未知的高活性有机分子，来源就在正前方300米处。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天哪，是真的，真的会发光！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生物学的奇迹！等等，欧阳老师，那边的香味好像更浓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师尊给我们补课，每天都睡得很晚，师尊的身体得好好的补补了。哎呀，嘿嘿，还好，今年的这批灵草长势不错，灵气足，给师尊炖汤喝，肯定大补。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老，你瞧我一下。一切没换，生命体征是熊科动物，但他妈的他在说人话呀！姐姐帮同行里做英雄，姐姐帮我让血心中流动。我到现在腿还是软的。那头熊，他数据不会骗人，刚刚的那一切都是真的。一头掌握了人类语言，并且在接受教育的黑熊。他还提到了师尊，他在给他师尊采药。这个森林里到底还藏着什么？不管藏着什么，这片发光的植物是前所未有的发现，它的价值无法估量，我们必须带样本回去。欧阳老师说的对。 Oh my god！
发光植物群，它是真实的。佐佐木，快看啊 ！Scoring， 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。瓦斯纳、清场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哼，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当然是坏人了。把他们绑起来。Yes sir。佐佐木君，准备好我们的低温活性箱，一株都不能少。有了它们，我们就是21世纪的达尔文。不，我们是神，我们将开启人类进化的新篇章。有人吗？哪儿来的瞎子？一路到这里来了。外乡人，别动！你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你不必知道。一个死人，知道再多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？是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师傅被人欺负了！你说什么？妈的！有人敢欺负师尊！走，干死他们！现在立刻出发！动手！看看，一个不怕死的瞎子，真是愚蠢的可爱。他的听觉异常灵敏，或许有研究价值。瓦斯纳，抓活他！行吧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先打断他的腿，让他知道这里谁说了算。什么动静？这个声音是猛兽，是大型猛兽的咆哮。这是什么鬼东西 ？Open fire！ 怎么可能？师尊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孔灵，只是刚才的动静好大，又是咆哮又是爆炸，是附近有猛兽在争斗吗？猛兽？那何止是猛兽，那是凶兽，是会杀人的凶兽啊！不知道啊，我过来时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师尊和几位外乡人。哦，那估计他们已经离开了。老乡们，你们应该是进山采药的，这地方猛兽太多了，不如随我到竹屋里喝杯清茶压压惊。不，我们万万不敢去。怎么了？这地方不仅仅有……没什么。师尊，这几位外乡人可能是被吓坏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。天色不早，我们快回去吧。我给您炖的汤该好了。啊，也好。那诸位就此别过，请多保重。孩子们，随着灵气越发充裕，这山里的猛兽越来越多了，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。好的，师尊。好了，你们退去复习吧。检测到弟子们实力晋升，宿主与弟子实力绑定，开始对宿主进行反哺。哦，这些小家伙又变强了。体能强化完毕，精神力强化完毕，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——阵法星辰北斗大阵。星辰北斗大阵，引用9天星辰之力，加快修炼悟道的速度。好，把这东西传给学生们，他们的实力也会增长得更快一些。检测到宿主实力提升，解锁全新战斗技能。解锁技能1：奔雷掌，长出如雷，迅猛无匹。解锁技能2：无相剑指，以指为剑，剑气无形，杀人于无声。奔雷掌，无相剑指，听起来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神通啊。无法使用吗？系统提示：当前世界灵气浓度为0.1%，无法支撑高阶技能的释放。
系统推演，预计半年后天地灵气将全面复苏，届时所有技能将可正常使用，威力足以毁天灭地。原来如此，灵气匮乏，现在的地球就像一个油箱见底的超级跑车，空有强大的引擎，却没有足够的燃料来驱动。不过半年后灵气复苏，这个世界到时候就要变天了。欧阳，你是说你带领的 A 级科考队和海豹部队退役的布莱恩特安保团，在云栖山脉被一群动物打得全军覆没？是真的。赵教授，那只白虎不，那只神兽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动物，它不仅有人的思维，而且能释放极其强大的力量。还有那只孔雀，它会说人话，除了外貌和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好像都是学生，称呼一个人类为老师。人类？对，一个盲人，一个用白布蒙着眼睛的年轻人，那些神兽视他为师。那为什么他们只攻击外国人，却放了你们呢？教授，我们猜测是因为我们和那个盲人一样是龙国人，那些动物他们好像能分辨出我们和那些黄毛黑鬼不一样。能分辨国籍的凶兽，一个能号令神兽的神秘盲人，一群超越了现有生物认知并且拥有国籍概念的智慧兽群。立刻将今天会议的所有内容列为绝顶机密，立即上报最高层。各位，这不是生物学考察了，这不再是科学问题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，立即对云栖山脉外围进行封锁，同时从各大院所、各大军区抽调最顶尖的人才，组建国家级联合科考部队。我们必须搞清楚这座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个盲人究竟是谁？都到齐了吧？师尊，都到齐了。我在此山中已有4年半载，算算时日，也快到5年之期了。半年后，尘世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之大变。你们随我学习多年，习得了很多奥义，但终究是山村里的孩子，未曾见过世面。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，安乐窝养不出9天真龙。为师决定，从今日起，分批派你们下山历练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如此方能更好的印证所学，迎接将来的巨变。不行，师尊，绝对不行！我走了，谁给您做饭啊？谁照顾您的起居啊？您的眼睛不方便，我不能离开您。师尊，小黑说的对，况且我们女儿家心思细腻，为您洗衣叠被、打理内务，这些都是分内之事。您身边怎能离了人照顾？我们不能走。师尊，我得天天给您去后山采摘最新鲜的野菜，调理您的身体。山下的东西哪有咱们山里的有灵气？我得为您的健康负责。师尊，我是咱学堂的班长，镇守云栖学堂是我的职责。若我下山，有宵小之辈前来打扰师尊清修，该当如何？此地不可一日无我。师尊，您看啊，俺倒是想下山为您分忧，去看看那花花世界，不是，是去历练。但是我养着一头猪啊，俺要是走了，没人养这头猪，他怕是能把咱这学堂的门槛都给啃了。为了咱们学堂的未来，俺也走不开呀。吃啊，都是一群吃儿啊。小黑，饭食从简即可，你不应为我口腹之欲所累。孔令，真正的洁净是内心的澄澈，而非外物的光鲜。灰灰，偶尔尝尝人间的五谷杂粮，亦是一种修行。小白，真正的守护源于道心的强大，此山有我，无人敢来侵扰。师尊，至于你，带着你的猪一起滚下山吧。孙老六，带着你的猪一起滚下山吧。我？师尊，不行，我每天要去后山钓鱼，后山的鱼很有营养，我走了，师尊想吃鱼了怎么办啊？你他娘的天天钓鱼，钓上来一根毛了吗？静心潭里的鱼都被你吓得不敢露头了。哎呦，虎哥你干嘛动手啊？你这是野蛮！师尊讲过的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我钓的不是鱼，是心境，是禅意。你这个莽夫懂什么呀？肯定是上课没好好听讲，光在那打盹了。这家伙还敢狡辩！好了，
孙老六，你灵气有余，却心性跳脱，正该去那红尘俗世中打磨一番。至于你的猪，也带走吧。下山要是没饭吃了，倒是也可以把猪杀了。就这么定了。第一批下山的便是孙老六，切记，此去是为了历练道行，而非玩闹。去吧。是，师尊。fuck 妈的，都怪你这头蠢猪！fuck 妈的，都怪你这头蠢猪！你在师尊面前哼唧个什么劲儿啊？非要把俺也拖下水！我本在山上修仙悟道，逍遥快活，现在倒好了，要陪你到这凡尘俗世走一遭。我这一离开师尊，我这心里浑身都难受呀！我，你跑起来呀，磨磨唧唧的，跟个老太太似的。天亮之前，要是到不了山下的镇子，今天晚饭你就别想吃了，听见没？哎呦喂！哎呦，你这呆子想谋杀秦师兄啊！哎呦，你慢点啊！哈哈，哎，呆子，你看，这便是凡人的城镇，灯火如豆，渺小不堪。待俺老孙随师尊得道成仙，俯瞰的便是九州万象啊！哎，吹牛逼！俺孙老六什么时候吹过牛啊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抓紧时间走吧。咱们既然作为第一批下山之人，就应该给师尊长脸，不闯出一番天地，绝不回山。明月几时有？乡下的月亮真……哎呦，我的娘啊！哎呀，婆娘、秀儿，快出来呀！哎，快出来看神仙啦！哎呀，张老三，你鬼叫什么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掉茅坑里了你？你不是呀，比掉茅坑里严重多了。天上刚刚有头猪飞过去了，猪，有会飞的猪呀！你说啥？你睡觉把脑子睡糊涂了？猪会上树，我都可以相信。你说猪会飞？哎，老张家这是咋了？闹贼了？什么猪会飞？张老三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哎呀，我还没喝多，千真万确的，一头猪上面还7个猴，就从月亮前头嗖一下就过去了。哦，你这越说越离谱。老天爷，好像还真有东西。哎呀，你看见了吧？俺没骗你吧？我说天上有龙，咱没见过。但咱居然看见会飞的猪了，这是妖怪还是神仙显灵了？不是妖怪，是祥瑞，是天大的祥瑞呀！村长，您这话啥意思啊？你们想啊，猪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膘肥肉满，代表着吃喝不愁，这叫月下飞猪。呆子，为了更快的成长，咱们兄弟俩终归是要分开的。这天下即将灵气复苏，处处都是机缘。你我师兄弟也该各凭本事，去闯下属于自己的地盘了。我准备先去长白山，长白山自古便是灵脉汇聚之地，如今灵气浓度日益高涨，那儿的飞禽走兽很快就会发生异变。我必须在他们彻底蜕变，变得棘手之前，将整个长白山都握于掌中。我要让这天下都变成师尊的天下。不错不错，从今天起，我便以先祖齐天大圣为榜样，向他学习。我的路在长白，那你呢？你准备去哪儿啊？你的意思是你早就选好了地方，而且对那些地方你还很满意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拦你了，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吧。哦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选的地方比我选的长白山还厉害？好一个猪鸡鸡！倒是我小看你了。那我们师兄弟就此分别，他日再见。希望你我都已是一方霸主。
我说老胡，这地儿也太邪门了，走了大半天，别说野猪黑瞎子了，连个鸟叫虫鸣都听不见。小心点总没错，长白山我来过不止一次，从来没这么死寂过。胡大哥说的对，这里的数据很奇怪，空气的湿度、温度都正常，但生命信号探测为0，这在长白山的生态系统里根本不可能。不可能？那咱们现在见到的算啥？集体撞鬼了？这摄像机从开了机就没拍到一个活物，回去交差，主任不得把咱们的皮给扒了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我操！是只野鸡！是他妈是野鸡！这速度，参加奥运会都能拿100米冠军了吧？他往哪跑？跟上去！疯了，都疯了！这哪是探险啊，这简直是动物总动员啊！他们这是要去开会吗？不对，你看他们的姿态，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恐惧，反而像是一种朝圣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，他们不是在逃命，而是在赶路。赶路？去哪儿啊？前面是有金子捡还是怎么着？他们不是去捡金子，那他们是去干什么？他们是去觐见他们的王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动物界的传销大会，猴子唧唧歪歪在吆喝什么？你看他们的表情，完全被鼓动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群动物竟然听得这么认真。孙大王说的太对了。想当年，俺们侯家的先祖孙大圣手持如意金箍棒，是何等威风！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大闹天宫，10万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。后来西沉取经路上，72变显神通，降妖除魔，那才是真正的王呐！按理说，长白山的百兽之王不应该是东北虎吗？什么时候轮到一只猴子在这里发号施令了？这种姿态，低吼、竖尾、形容紧迫，是典型的领地挑战。他在宣告自己的主权。我靠，这是正主找上门了！显然，这只猴子是外来户鸠占鹊巢。现在，长白山真正的王回来清理门户了。完了，俺没 Q 了，这猴子死定了！这老虎的个头比动物园里的那只还要大一圈，一口一个猴啊！体型差距太悬殊了，东北虎的体重可以达到300公斤，是现存最大的宝可动物，而这只猴子顶天了也就10几公斤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决。这个猴子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邪性，但再邪性也只是血肉之躯，面对绝对的力量，他没有胜算。我不敢看了，他完了！呜呼！叽叽。从今天起，这长白山我孙老六说了算。哎，谁有意见，现在就上来。我出现幻觉了，猴子他说人话了。他发现我们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他会不会把我们像那只老虎一样？都别动，静观其变。是观光直升机，它的尾翼好像出问题了。这片区域磁场和气流本就不稳，刚才那场大战引动灵气，怕是形成了强烈的气流乱流，把它卷进来了。那不是要坠机了？啊！救命啊！要死了！
们要死了！完了，这么高掉下来，肯定没救了。又是一起空难。哎呀，我操！刚当上山大王就这么多破事儿，看来又得俺孙老六出手一波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猴子接住了飞机，你掐我一下，是真的。神，是山神，我们看到了山神显灵。紧急插播一则突发新闻：今日下午，一架民用直升机在长白山区域因遭遇强气流，一度与地面失联，疑似发生坠机事故。观众朋友们，奇迹！这绝对是载入史册的奇迹！失联直升机已被找到，机上所有人员安然无恙。根据机上乘客描述，就在他们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刻，一只巨大的金色猴子用手托住了坠落的飞机。您没有听错，我们的记者和现场多名目击者都声称，拯救了这架直升机和10数条生命的是一只神秘的巨猿。目前，我们正在紧急核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。张教授，对于长白山这次的巨猿救机事件，您怎么看？网上已经有模糊的视频流出了。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科学的认知范畴了，但这并非是孤立。无独有偶，就在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长白山的救世神猴时，另一则离奇的动物新闻也引发了热议。事件发生在首都动物园，据园方工作人员称，园内一头普通的家猪不知为何突然统治了整个猛兽区，它现在被网友戏称为猪霸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现在占了虎园当自己的地盘，狮猿、豹猿、熊猿，所有的猛兽全都听他的号令，谁敢不从？他只需要哼一声，旁边的老虎、狮子就上去教训谁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头猪霸不仅抢占了园内所有野猪的配偶，甚至还将几头母老虎和母狮子纳入了自己的后宫，全都赶进了他那个猪圈改造的行宫里。目前园方对此束手无策。从救世神猴到动物园猪霸，再到万兽朝拜，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预示着什么？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巨变。本台将持续为您关注。猪把老虎、狮子都给收了，还抢了当老婆，这世界是疯了吗？神猴、猪霸，难道说传说都是真的？山海经里那些要回来了？不是要回来，是这个世界要变天了。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，可能已经开始了。检测到弟子孙老六势力范围急剧扩张，已于长白山建立初始领地。检测到弟子朱基基势力范围急剧扩张，已于江南动物园建立初始领地，统御猛兽区。2位弟子发展远超预期，触发特殊奖励机制，奖励发放中。我操，这才下山几天啊，孙老六已经这么牛逼了，蹭就搞了这么大地盘，一个长白山，一个江南动物园。不对，朱基基是谁？难道是孙老六养的那头猪？那头猪听我讲课也被判定为我的学生了。奖励发放完毕。紫金神棍，9齿一耙，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大圣爷和八戒的武器呢？罢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给这群学生们上课了。话说呢，封神之战表面看是商周更迭，实则是阐劫2教弟子立红尘之劫，定神位归属。
那姜子牙手持打神鞭，看似风光，实则与仙道无缘，一生功过皆为他人做嫁衣。所以说，天命大事非一人一力可改，但身处局中是随波逐流还是奋力一搏，全看自身道心是否坚定。今日的课就到这里，谢师教诲。也不知道孙老六和朱鸡鸡在山下干什么，肯定没咱们听师尊讲道来得快活。我听山下采买的村民说，最近好像出了个什么神猴，可厉害了。神猴是不是就是孙老六啊？我更好奇朱鸡鸡，他那性子贪吃又好睡，下了山不会被人捉去吃了吧？师尊既然让他们下山，必有深意。他们的历练或许就和师尊今日所讲的入劫有关。入什么劫？我看那呆头猪八成是找了个好地方睡大觉。孙老六估计正领着一群小猴子占山为王呢。他孙老六和朱鸡鸡在外边再威风，哪能有天天听师尊讲课好啊？反正俺觉得老老实实跟着师尊混肯定是最好的。秋天了，算算日子，距离灵气彻底复苏只剩下3个半月了。天地的变化真是越来越明显了。也不知道孙老六和朱鸡鸡那2个家伙最近在外面混得怎么样了。猴哥，这地方怪得很，闻着这味儿就想打鸣。大哥，这里面肯定有宝贝，我活了这么些年，从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，是天才地宝。啥是天才地宝？能吃吗？好不好吃啊？宝贝？何止是宝贝呀！这是灵宝！我操！师尊说过，灵气复苏之后，这些应运而生的灵宝才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是真正的机缘。这宝贝俺老孙要定了，等拿到手，正好带回去孝敬师尊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哎呀，这位置也太他娘的不好了！北边是老毛子的毛熊国，东边是小鬼子的倭国，咱们正好被夹在中间。现在这灵宝还在酝酿，气息不显，再过几天，等它彻底现世，必然是霞光万丈、惊天动地呀！到时候这两边的家伙定会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扑过来的。猴哥怕啥？来一个咱们啄一个，来2个咱们啄一双。你啄你个头！凭俺老孙的本事，对付一些带枪的毛贼，那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可要是他们开着坦克大炮过来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钢铁洪流。哎呀，俺老孙就是有3头6臂，浑身是铁，也依旧难以阻挡啊！哦，钢铁洪流是比熊瞎子还厉害的大家伙吗？哎呀，麻烦，真是天大的麻烦！看来光靠咱们根本没有100%的把握。对了，俺怎么把那头肥猪给忘了呀？那呆子虽然又懒又馋，但一身蛮力，皮糙肉厚，最适合拉过来当肉炖了。小的们，你们在这儿点好好守着，别让任何东西靠近，俺去叫个援兵过来。老猪，找到了，猪鸡鸡，喂。这猴子不是不登3宝殿，又有什么麻烦事儿？喂，猴哥。喂，是俺，你孙爷爷，你那头死猪在哪儿快活呢？赶紧给俺滚过来！俺老孙这边有大事需要你。老六，此次下山，人间红尘复杂，机遇与危险并存。你记住，第一要务便是搞一部此物，此物名为手机，是人间沟通联络的法宝。你下山后，若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机缘或麻烦，可以沟通为实。哎呀，猪鸡鸡，你听见没有啊？长白山有灵宝降世了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你他妈的快点来呀！灵宝？我操！你这呆子会说话了？会一点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管你会不会说话了，你快点来呀！
这一次的灵宝非同小可，周围有老毛子和小鬼子盯着，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，没有你这个肉盾，我顶不住啊！猴哥，你需要多少人马？越多越好，把你能叫上的都给俺叫过来。OK， 猴哥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动身。集合起，随我出发，北上征战长白山。遵命，朱老大。出发。这是快跑啊！动物暴动了！冲！报告总指挥，江南省、张镇省、湖广省共计7省17座大型动物园，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动物集体暴动出逃事件。17座，同一时间吗？他们的移动方向是哪里？报告，所有出逃动物群都在朝着一个方向汇合，目标初步判断为长白山。哎呀，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立刻给我派出所有无人机和武装直升机深空监控。是，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记住，在没有搞清楚情况之前，只许监控，不许攻击。重复一遍，不许主动攻击。明白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。从今晚10点起，我国华东、华中、华南等多个地区的动物园相继发生大规模动物集体出逃事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出逃的动物总数已超过10万只，其中包括大量猛兽。此次事件已被定性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动物园集体暴动事件。国家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预案，请广大市民锁紧门窗，切勿外出。下山2个多月了，既然路过云栖山，要不上山去看看师尊和师兄们吧？不行，既然已经下山，我要是混不出一番作为，也就没脸去见师尊。等我办完大事，再风风光光的回来。全军听令，此山名为云栖山，山上住着我的师尊和师兄们，他们是这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人。朱老大的师尊，那岂不就是我们的师爷？没错，朱老大待我们恩重如山，他的师尊就是我们的师爷，必须拜。师爷在上，理应跪拜。兄弟们，随我一起拜见师爷。师尊！小黑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山下朱吉吉回来了。什么？那头猪自己找到回来的路了？我倒是忘记了，在师尊的眼里，朱吉吉只是一头猪，绝对不能说漏嘴。万一让师尊知道我们不是人的话，他不愿意继续教导我们，可就不妙了。不，师尊，是孙老六带着朱吉吉一起回来了，说是路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叫孙老六上山来！师尊，老六说如今还没混出一番作为，他不好意思上山来见您。这混小子这么倔，也罢，由他去吧。小黑，你去一趟侧房，把那根紫金棒还有9齿耙一并拿下去，交给孙老六。就说是为师给的，在外闯荡也好用来防身。师尊，紫金棒、9齿耙，那可是顶级的宝贝啊！你们是我的徒弟，如今6子出山闯荡，我这个做师尊的总得有点表示，不然怎么说得过去？
师尊，能拜您为师，已是我等三生有幸。您还赐下这等神物，您对徒儿们的恩情真是……快去吧，别让孙老六走远了。这些身外之物于我而言加成已然不大，待到天地间灵气彻底复苏，我自当无敌于世。倒不如将这宝贝赠予我的徒儿，助他一臂之力。黑师兄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师弟，这是师尊赐予你们的。师尊说你和老六在外闯荡江湖，特赐下这2件灵宝，让你们护身。弟子朱基基叩谢师尊赐宝，弟子绝不辜负师尊厚望。师弟，多加保重啊！我等着你和孙老六功成名就，风光回山。大军听令，承师尊厚爱，我们此行必当所向披靡，目标长白山，出发！哎呀，嘿嘿，时机到了，灵宝要彻底绽放神威了。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下起暴雪了？哎，来得好，这才是神物现世的真正意象。天降瑞雪，灵气化形，小的们，造化来啦！指挥官，快看，下雪了！维克多，你喝醉了吗？现在这个季节怎么可能会下雪？不，长官，你看外面，这雪也太大了，而且刚才那道金光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那一支信，那股能量波动，不是武器，那是一种更纯粹的力量。长官，我们的仪器已经过载了，这绝不是自然现象。不管那是什么，不管这鬼天气是怎么回事，刚刚那道光芒，那件宝贝，毛熊国必须得到。维克多，立刻召集特种部队。是。劝你们莫要插手，否则死。谁在哪里？我的上帝呀！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一只猴子。此地神物非尔等所能觊觎，给尔等3息时间，滚出我的视线！你去我这边！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他在说话。长官，别被他唬住了，这不过是某种把戏。嘿，你这个大猴子，别在这里装神弄鬼，这一定是你们龙国人搞出来的什么玄学幻想、玄息投影，对不对？你们龙国人最擅长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。哼，想用一个幻象就吓退我们伟大的毛熊国勇士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长白山的宝贝，我们势在必得，有种你就……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既然你这么急着去死，俺孙老六就送你一程，就让你们尝尝师尊传我的第一式裂天。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力量？力量？他妈是什么力量？这是神，或者就是魔鬼本人！我操！这他妈是什么战力？一是九如拉的一招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我操！俺老孙这么牛逼的吗？师尊传我的第一式裂天，俺就用了3成力，就这样了。想当年在云栖学堂，俺和朱基基那呆子是出了名的笨，人家小黑熊班长入学1个月会说话，2个月就悟道。俺足足花了1年才会说人话，1年半才勉强悟道。
道啊！俺这么笨的学生都这么厉害了，那俺们班长得强成什么样啊？还有师尊，师尊他老人家到底得有多牛逼呀？罢了，想这么多做甚？师尊说过，狼子野心，其心必诛。你们这些蛮夷都得死！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开火！用制铜弹把他给我轰下来！是命令！开火！为了伟大的毛熊国，开火！砥砺之珠也放光华。完了，一切就让尔等在无尽的忏悔中迎接俺老孙的终极仪式。为天龙！喂，司机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司机，情况怎么样了？任务完成了吗？你们找到那个东西了吗？快回答！你们搞定个鸡毛啊！搞定！你是谁？为什么你会拿着司机的通讯器？别管俺是谁，你先说说你要干什么？我找拖拉机司机，让他立即向我汇报。拖拉机，你要不要挖掘机呀？混蛋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有我们前线部队的对讲机？回答我！这么说吧，你们派来长白山的这群废物，连同你那台破拖拉机，都已经被俺孙老六杀光了。不可能！拖拉机司机的加强营装备精良，还有重火力支援。你们龙国派了多少部队才吃掉他们？吵死了！不是你们，是我，就我一个。第二，是你们这群蛮夷踏我疆土夺我国之宝，不杀你们，难道还留着你们过年啊？狂妄！你们龙国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血的代价。伟大的毛熊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会派出10倍、100倍的兵力踏平长白山。好啊，来多少，俺子孙老六杀多少。来一群我杀一群，来一国我便屠你一国。回去告诉你们的头，龙国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。报告将军，长白山区检测到剧烈且异常的能量波动，强度已经突破了我们检测仪的上限。怎么回事？是地质活动吗？不是，将军您看，气象卫星监测显示，长白山主峰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，气压、磁场、灵气浓度，所有数据都在以几何级数飙升。这完全违背了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。这是神迹还是灾难呢？立即启动龙脉，1级响应，接通天机阁。我要立刻知道长白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好宝贝，真是个绝世的好宝贝呀！妈的，这灵宝的威力果真强悍，看来凭我一人之力是拿不走啊！必须得等朱鸡鸡那个呆子来了，我俩合力才能把这东西弄走。龙国的猴子，你杀了我的部下，还想染指这宝物？今天你和这宝物都将属于我们伟大的毛熊国。又来一群不怕死的，看来刚才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呀！开火，把他给我打成筛子！妈的，刚刚灵宝冲击属实有点强了，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。
毛熊国的蠢货们也到了，看来这天照大神恩赐的宝物运来的苍蝇还真不少。蓝天太浪，这里是我们的猎场，识相的就快滚！挖掘机司机，这只猴子和那个宝物，我们大樱花帝国也要了，不如我们先联手解决掉它，再决定宝物的归属，如何？好主意，火力加倍，不要停，射击！龙国的猴子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给我加大火力，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碾碎他！可恶，要撑不住了！朱鸡鸡，你这个呆子，你他妈到底还来不来呀？猴哥，别怕，俺老朱来也！猴哥，别怕，俺老朱来也！老朱啊，也不对呀！我说你带的人呢？你他妈的就自己一个人来了啊！猴哥，看危在旦夕，先飞过来救急，我动员大军在后，很快就到。小子们，给我杀！一个都不留！还有火，还有火！给我杀了这些畜生！给我杀了他们！这他妈的是什么？哈哈哈哈！猴哥，你看这群怂包，不堪一击！孙老六，朱鸡鸡，连个灵宝也取不出来，枉费师尊教学呀！我操，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操，黑熊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哼，我要是不来，这第一道先天灵宝出世，就凭你们俩这三脚猫的功夫，怕不是要被这群凡人给抢了去？没问题的，班长，俺老朱还没发力呢，给俺3分钟的时间，保证把那宝贝给师尊他老人家取回来。3分钟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还3分钟呢！再磨叽，那俩领头的杂鱼都跑没影了，就这群二五仔，还能让他们跑了？班长，俺老孙一时不慎，被这灵宝出世的冲击给伤着了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看班长的吧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放开我！魔鬼，是魔鬼啊！救命啊！别愣着了，过来帮忙，合力取出灵宝。这就是那什么先天灵宝，瞅着挺别致啊！哎呀，好强的道运啊！这究竟是什么宝贝啊？师尊说过，这玩意儿叫做太极土，待到灵气完全复苏，此方天地将孕育出12道先天灵宝，得其一，可称雄一方；若能集齐12道，便可融于大道，纳入真圣，成就那无上圣人之境啊！而这太极图便是那第一道。班长，既然此物如此重要，那您赶紧带回去献给师尊吧，师尊他老人家肯定用得上。算你们2个小子有点孝心，没白瞎师尊对你们的教导。将军，毛熊国和樱花国的紧急联合通讯。我是庞兴国。
你说完了。第一，长白山是我龙国领土，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。第二，你们所谓的探险队近万人规模，携带重型勘探设备和不明武器，未经我方任何许可，擅自越境，深入我国内陆腹地。按照国际法，这不叫探险，这叫入侵。对于入侵者，我龙国向来只有一个态度：发现一个，清除一个。你们的人死在了我们的土地上，那是咎由自取。至于人是不是我们杀的，你们可以慢慢的猜，但我把话放在这里，犯我龙国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再敢有下次，就不是死1万人这么简单了。哼！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切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近万人的武装力量，就算是我们最精锐的特战旅，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声无息地把他们全歼呢。连个求救信号都没发出来，这太诡异了。您的意思是，立刻成立最高级别的专项调查组，给我查，掘地3尺也要查清楚了。给我查，掘地3尺也要查清楚了，到底是什么人，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在长白山动的手？我需要知道这股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究竟是敌是友。是，将军。猴哥，你瞅瞅，咱这山头现在是铁桶一块，别说人了，连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都是师尊的恩赐，若不是师尊，你我如今还是浑噩度日的野兽呢。那是，师尊他老人家法力无边，咱们守好这片基业，以后也好给师尊他老人家多孝敬点宝贝。没错，班长说了，这天地间将有12道先天灵宝出世，咱们占了这龙兴之地，就要替师尊守好门户。将来若有灵宝在此界出世，定要第一时间为师尊取来。检测到弟子孙老六、朱七七成功掌控长白山福地道场势力范围大幅扩张。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修为境界成功突破至金仙境。金仙境，这2个顽徒总算没给为师丢脸。今日为师为你们讲一个道理：何为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这说的是世事变迁，兴衰无常。今日你或许看不起的弱小存在，他日或许便会成长为你仰望的参天大树。所以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怀揣志向的生灵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们自己要心怀这股不屈之志，纵使身处低谷，也要有他日一飞冲天、搅动风云的决心。就像为师曾经与你们讲过的故事里，那位少年受尽屈辱，却机缘巧合得天地灵物，名为异火。此火生于天地之间，形态万千，威力无穷，有焚天逐海之能。少年正是凭此一步步踏上巅峰。检测到小白悟道，开始吧。这就是异火，一生相是怎可仅仅是出生，便蕴含着如此恐怖的本源力量？小白这小子悟性可以啊！紧急新闻：全球各地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惊人异变，世界各地的原始森林植物开始疯狂生长，部分树木已高达数百米，形成真正的参天巨木。同时，动物出现巨大化趋势，普通昆虫也有家犬大小，部分野兽体型更是增长了数十倍。请市民尽量不要外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人类自身也发生了改变，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力量、速度远超常人的个体。根据顶尖科学团队的最新报告，他们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活性粒子能量，他们将其命名为灵气。一个全新的时代或许已经来临。恭喜主人，5年之期已到，灵气彻底复苏，主人视力恢复。终于看见这个世界了，先逗逗这帮孩子们。徒儿们，都过来一下，为师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宣布。师尊叫我们。是啊，可有什么好消息？听着挺高兴啊！走，师尊叫，咱们赶紧去啊！我们快进去吧，别让师尊等急了。都到齐了，为师要说的这个好消息就是，为师的眼睛能看见了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？
我操！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尊，我们一直就是这些东西啊。我本来就是山里的一头小黑熊，是听了您的讲道才慢慢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操！原来我这瞎眼5年，手底下的乖宝宝全是一堆大妖啊！主人，随着灵气复苏，万千世界将会与地球融合，这颗星球会扩张10000倍不止。到时候诸天万界，神魔并起，真正的乱世半年后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我们必须在这之前变得无比强大。想要在这场天地浩劫中立足，甚至守护他们，我必须集齐12道先天灵宝，正道成圣。我必须集齐12道先天灵宝，正道成圣。盘古幡、太极图、混沌钟、诛仙死剑、天地玄黄玲珑宝塔、乾坤圈、先天五方器、12品功德金莲、24颗定海神珠、人符3书、7宝妙术、河图洛书。这12道先天灵宝，就是我等在这乱世中唯一的生机。这里是市中心广场，各位观众，天空裂开了！天哪，那什么东西？他们从裂缝里出来了！顶住啊！这就是末日，不能就这么完了。师尊，山下的是地狱吗？好可怕的气息，好多生灵在消逝。不是地狱，是人间。我低估了这场浩劫的烈度，也高估了世界壁垒的强度。万界融合比我预想的更彻底、更狂暴。从今天起，再无地球，只有一个包罗了万千世界、神魔并存的大千世界。灵气已经彻底复苏了。也就在刚刚，我所说的那12道先天灵宝已感应到这乱世全降世了。师尊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寻找这些宝物吗？有了它们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守护山下那些人了？守护？不，靠守护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。入侵的军队无穷无尽，他们背后的世界更是数以万计。杀光这一批，还会有下一批。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消耗战。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只有一个办法：集齐12道先天灵宝，不是为了守护，而是为了济公。得到他们之后，我们将拥有重塑乾坤、湮灭世界的力量。到那时，去挨个灭掉这些入侵的世界卫兵，才是最紧、最粗暴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好纯粹的力量，是师尊说的先天灵宝。12道先天灵宝之一，7宝妙术，看来他也等不及了。师尊，请让弟子前往。师尊教导之恩，弟子愿以斩敌夺宝相报。也好，万界融合，强者无数，正好让你去试试手。记住，对敌人不必留情。弟子明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本尊刚降临此界，就遇到这等先天灵宝，此乃我的机缘。这等蛮荒废土也配拥有此等至宝，何该为我所有？住手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一头还没开化的畜生啊！放弃你们这些下等世界的蝼蚁，真是无知无畏！区区一头小小白虎，竟敢对我酱油尊者狗叫！今日本尊者就先剥了你的皮做成地毯，再去取宝。好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方世界怎么可能有你这等强者？我说过滚或者死，你选择了死。
白虎大人饶命啊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宝物都是您的，都是您的，求您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愿为您做牛做马。师尊说，敌人不必留情。不！师尊，幸不辱命，弟子已将七宝妙术取回。做得不错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剩下也该陆续有消息了。天地异动，灵宝进出，盘古幡、混沌钟、诛仙剑、玲珑塔、乾坤圈、五方旗、12品莲台、定海珠、天地人三书、河图洛书，皆已降世。此等先天灵宝，威力无穷，若落入宵小之手，必将引得生灵涂炭，天下大乱。尔等即刻出发，吩咐各地将所有灵宝尽数寻回。切记，灵宝有灵，不可强取，更不可让其蒙尘于俗世。好强的灵气，是12品莲台。师尊说过，初次接触灵宝，必会受到其护体神光的反噬，这些凡人怕是要遭殃了。冲！都给我冲！为了大樱花帝国的未来，死在座的人都值得用你们的生命去消耗神物的力量，这是你们至高无上的荣耀！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帝国的勇士们没有白白牺牲。神物，这旷世神物终于是我的了！我樱花国有救了！我们将凭借此物征服世界！住手！惹你！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鬼东西？竟敢来我大樱花帝国撒野！吾乃林轩师尊座下大弟子小黑是也，特来尔等小岛寻此灵宝。可恶！又是龙国，又是龙国！勇士们，看到没有？龙国人要抢夺我们的神物，抢走我们帝国的未来！给我开火！杀了他！用你们的血肉捍卫帝国的荣耀！八个，杀了这个怪物！这是我们的神物！龙国主滚出去！为了帝国进攻！一群老李，也敢冲吾咆哮！本来懒得理会你们这群罗圈腿的小倭人，脏了师尊的宝物，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还用无数凡人的性命去玷污这天地灵宝，此等罪孽，当诛！师尊，诛仙剑已取回。师尊，五方旗在此。师尊，幸不辱命，只是那樱花岛……无妨，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自有定数。你做得很好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自有定数。你做得很好。混沌中诛仙剑，12品莲台，很高，集齐了这么多，如今只差最后一件。乖乖，师尊，这是什么宝贝呀？俺老孙看着都心惊肉跳的。盘古幡，
终于出事了。汉不凡，宇宙初开的第一攻击之宝，此等神物何该归本君所有？卑微的星球土著，此等神物不是你们有资格染指的。终于找到了，有了它，我赛亚一族必将征服所有次元宇宙。我赛亚一族必将征服所有次元宇宙。放肆！师尊在此，岂容尔等域外杂碎觊觎神物？一群歪瓜裂枣，也敢来我云栖山撒野！老猪不把你们这些魔崽子全都拱上天！一群刚刚开了灵智的畜生，也敢在本君面前吠叫！还有你那个白衣服的人类，立刻带着你的宠物滚开！本君心情好，可以饶你们一条贱命。此物与我有缘，尔等从何处来，便回何处去，否则这云溪山便是尔等的埋骨之地。哈哈哈哈哈！大个口气！区区凡人竟敢如此轻视我，必要死！聒噪！什么？这些杂碎便交给你们练手，为师也要活动一下筋骨。弟子领命，师尊放心，俺老猪要把这魔崽子拱上天。师尊，素素绝不容易。最近的猪脚成为我坐牢的晚餐了。你这绿皮矮子，还没俺老猪的钉耙高，只俺一耙。神兽白虎，正好剥了你的皮，做一流虎皮大肠。邪魔歪道，也敢口出狂言，更尽神雷！在吾皇的精神世界里，化为尘埃吧，小蛇！雕虫小技，班门弄斧。不可能！这颗星球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强者？超级赛亚人变身！张嘴乾坤，你究竟是谁？我之名，尔等不配知晓。今日便让尔等见识何为天威。我说死。我说这个世界我为尊。老师，我们赢了！老师神威盖世，万古无一，我们这就一统天下。建立无上妖体，奉老师为主，一统天下，一统天下。都散了。老师，您说什么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！是啊，老师，我们都愿意为您赴汤蹈火。晚辈李靖国，龙国最高统帅，拜见林前辈。前辈以一人之力挽救龙国乃至整个星球于危亡之际，此等功绩彪炳千秋。我代表龙国，代表全体民众，恳请前辈接受册封，登任护国神尊，统领龙国一切事宜。凡儿也敢来跟我们抢老师？护国神尊是以前辈之能，当为这天地共主。龙国愿永世尊奉前辈号令。我名林轩，一介乡村教师罢了。打架只是因为他们吵到了我看书教学，如今清静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啊，回去？您的意思是，你们也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老师，您不要我们了。老师，我们跟定您了，您去哪我们就去哪儿，哪怕是给您端茶倒水、扫地看门也行啊。你们已非吴家阿蒙，当有自己的一番作为。孙老六，
你性情柔弱，但忠勇可嘉。我赐你长白山为领，镇守东北，护一方生灵。舒鸡鸡，你心思细腻，稳重可靠。我赐你江南水乡为域，安抚南境，护一地平安。尔等亦可自行选择去处，或归隐山林，则以灵山福地为主，或大隐隐于市，在人族疆域共存。但切记不可为祸人间，否则我必亲自起义。恭送老师，弟子孙老六定不负老师所托。恭送老师，弟子朱鸡鸡誓死守护江南。还是在这里安逸。天对地，风对雨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老师。记住了，老师。灵气潮境要频繁了，所谓的黄金盛世就要来了。不过，这与我一个教书先生有什么关系呢？林老师，不好了，村口来了几个怪人。黄大叔，莫慌，慢慢说，什么怪人？说不上来，一个抽蛇长着脚，一个毛脸猴腮，还有一个身后好像有好几条尾巴在晃，看着不像好人呐。村里人都吓得不敢出门了。今日的课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早些回家，不要在村里乱跑。我去看一看。弟子石敢当拜见老师，弟子小鹿拜见老师，弟子福灵儿拜见老师。我等感激大道之愿，行踪而来，恳请老师收我等为徒，传授无上针法。你们找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教书的，不懂什么针法。老师说笑了。那日虚空之中，您言出法随，是令天地万妖的气息。我等在万里之外都感受得真真切切，那绝对是圣人之道啊！老师，如今黄金盛世开启，万族争渡，我等虽有血脉传承，却如无根浮萍，不知前路，恳请老师垂怜，为我等指点迷津。我已说过，你们认错人了，都起来吧，这里只是凡人村落，不适合你们待着，速速离去。老师是不想再沾染因果吗？可是您既身在这滚滚红尘，又怎能真正独善其身？老师遣散旧部，归隐田园，是为求一份清静。可这大事已来，身怀金山伟地之能，却选择避世，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因果吗？有点意思，都跟我进来吧。晚辈胡灵儿携三位同伴，感念老师再造之恩，愿拜入老师门下，侍奉左右，恳请老师收留。请老师收留。既然有心向学，我便收下你们。你灵鹿化形，心地纯善，便唤小鹿吧。你石中生灵，性如磐石，便叫石敢当。你聪慧灵动，便用本名胡灵儿。你敦厚沉稳，亦用本名穿山甲。弟子拜见老师。起来吧，既入我门下，便当从启蒙学起。今日便讲《论语》，学而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是言出法随，圣人讲道，天地共鸣。只是最简单的开篇，竟有如此恐怖的威能。何为学？学并非死记硬背，而是体悟。何为君子？君子当怀仁爱之心，责备万物。仁者爱人，人道。原来这就是老师所说的人道，以慈悲心，度万物生。小鹿他这是顿悟了，这是治愈的神通。听老师一言，竟直接领悟了大道神通。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反省己身，反省己身。我只知勇猛精进，却不知内省无心，错，大错特错。破而后立，原来这才是变强的真正道路。这哪里是讲课，这分明是点化，是无上造化。老师，这便是大道吗？这只是开始。不！全军后撤，自己防御阵型，快！孱弱的血势，挣扎吧！你们的恐惧是最好的佐餐料。
出事了！完了，东海市守不住了。报告上将，东海市防线全面崩溃，镇魔寺与异能者部队伤亡超过90%，异人族主力正朝着内陆腹地高速移动，预计3小时后将抵达下一个人口密集区。我们所有的超凡战力都已经投入进去了吗？是的，异人族的个体实力远超预估，常规武器无效，我们的顶尖强者也挡不住。启动最高序列求援方案。上将，您是说要请那位老师出山？可是他已经皈依多年，明确表示过不再过问世事。国亿万子民危在旦夕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也罢，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。连接无名山，立刻马上。李老师，晚辈李靖国冒昧打扰，实乃万不得已。李上将，观你印堂发黑，煞气缠身，想来是龙国遇到了天大的麻烦。老师慧眼如炬啊，不错。域外异人族入侵，残暴嗜血，屠戮我同胞，我龙国已到生死存亡之秋。修行者与异能者拼死抵抗，但仍不敌。晚辈恳请老师出山，救我龙国，救我亿万子民于水火。只要老师愿意出手，任何条件，龙国无不应允。世间纷扰如过眼云烟，我早已是方外之人，没了那份争斗之心。连老师也，难道天要亡我龙国吗？武虽不才，无意再履红尘，但是最近侥幸收了几名不成器的弟子，在我的悉心教导之下，也算是掌握了几分微末的神通之力。想来去应对那区区一族，磨练一番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老师的意思是，为师如今便给你们上第2课，入世修行，山下的异人族便作为你们的开蒙之礼，去吧。太好了，老师，俺的拳头早就等不及了。弟子必将以人道护佑苍生，不堕老师威名，谨遵师命。多谢老师，龙国有救了。这帮扁毛畜生，罪该万死。师兄，先救人要紧。卑微的爬虫，你们的挣扎只会让本大爷觉得更有趣。就从你们开始吧。住手！哦，又来了2个不怕死的爬虫。吃啊一拳！好硬的龟壳。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？给我滚开！子曰：仁者爱人。神仙，是神仙下凡来救我们了。这种力量，治愈神通，抓住他，他的价值远比这些爬虫的性命重要。想动俺师妹，先问过俺的拳头。老师曾言：5日3省吾身，1省为人谋而不忠乎？2省与朋友交不信乎？3省传不习乎？老师的教诲，俺记住了。这一拳，为忠为信，为万千同胞。哇！不可能，这是什么力量？哼，想跑晚了。说，你们来了多少人？主力在哪儿？我们只是先锋中的一支百人队而已。我们伟大的王很快就会亲临这颗星球，届时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血食。师妹，这扁毛畜生说他们这几号人只是一个百人队，仅仅一个百人小队便如此难缠，那他们的主力大军又该是何等恐怖？老师，那扁毛畜生临死前说他们只是先锋百人队，其主力大军由他们的王亲自率领，不日将至。而且他们似乎不是单纯的杀戮，而是称我们为血食。此等异族残暴不忍，若真让其大军入境，龙国危矣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我们连他们的王叫什么，为何而来，都一无所知，这便是最大的被动。灵儿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老师放心，论迷惑人心，灵儿还没怕过谁。区区一群扁毛畜生，正好让灵儿试试鲜血的神通。哪来的小美人啊？自己送上门来了？别多事，一个低贱的血食而已。羽皇大军将至，要是出了岔子，担待不起。知道了，我就是问问话。小美人，别怕呀，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忘了，我只看到
好多像将军您一样威武的战士从天而降，你们是要去哪里呀？我们当然是追随伟大的羽皇，羽皇即将亲临，带领我们夺取这片土地的本源之力——东方灵脉。东方灵脉，果然是为了这个。灵脉那是什么？比我还美吗？你不过是3000点心，那东方灵脉是这颗星球的生命核心，只要羽皇陛下吞噬了它，就能突破桎梏，成为真正的宇宙霸主。届时我们整个异族都将永恒不朽。我刚才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你的死期到了。老师，师妹探查到什么了？异族之主名为羽皇，其目标是夺我龙国根基东方灵脉。东方灵脉，那可是我龙国之根本，异族竟敢如此猖狂，要断我等根基。老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羽皇亲临，那可是传说中能撕裂星辰的存在，我们拿什么去抵挡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会打斗。这种毁天灭地的大战，我派不上用场。莫要慌乱，既然知道了敌人的图谋，便不算全无准备。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老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讲故事？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静息。这个故事叫愚公移山。太行王屋二山，方700里，高万仞。山北有一老翁，年且90，名为愚公。他苦于道路阻塞，出行不便，便决心率领子孙将这2座大山铲平。有智叟笑其愚蠢，说凭你残年余力，能奈何得了这大山吗？愚公却长叹一声，答道：我虽死，有子存焉，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阿沙，子子孙孙，坚持不懈。我明白了，我只会打斗，可我的打斗岂能像愚公移山一样？这是老师，我懂了。一己之力虽微，但持之以恒，便可撼动山岳。我的天赋不是渺小的打斗，而是掌控这大地脉络的力量。这便是东方灵脉。异族从天而来，我们的防线便从地而起。穿山甲，你的任务就是在异族大军抵达之前，沿我标出的路线，挖掘一条地下长城，将千里山脉连为一体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引灵脉之力为我等所用。弟子李明，纵使耗尽此生，也必为老师筑成这地下长城。战争开始了。伤人太多了，根本救不过来。小鹿，撑住！穿山甲还在为我们争取时间。如此贫瘠的土地，如此孱弱的神力，你们的抵抗毫无意义。顶住！给我顶住啊！哦！怎么会这么强？跪下或者死！哟，哪儿来的扁毛畜生，口气比脚气还大！你孙爷爷我还没发话，谁敢言死？小的们，给爷爷我把这些杂毛鸟的毛都拔光了！冲啊！把他们全都拱下天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快飞起来！学序，愚公伐相，现始皇受死！老师的后手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，龙国有救了。你就是老师新收的那个石头疙瘩，还挺硬的嘛。老师坐下，实敢当，见过孙前辈。别废话了，老师传讯，让我们听你们调遣。说吧，怎么打？所有妖族兄弟，与我们一起结阵，引地脉之气，将这些鸟人全部拉到地下来。不行，他们飞得太高了，地脉之气影响范围有限。夫战，勇气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是老师的声音。异族倾巢而来，其势已达顶峰，此为一鼓作气。石敢当，你率土系众妖正面结阵，只需坚守，不必强攻，搓其锐气，令其再而衰。所有兄弟，听我号令，结万山守护大阵，守！不灵二，敌势弱则军心动，你以幻术扰其军阵，乱其指挥，袭其自相攻伐，令其三而竭。各位鸟人哥哥，你们的敌人在身边哦。叛徒，你敢偷袭我！胡说，明明是你先动的手。小鹿，你生机不息，则战意不灭。去吧，治愈我们的战士。多谢仙子，我还能再战。穿山甲，敌衰我赢，其势已定，断其后路，
何惧为艰？有气有力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！不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战法？老实说，毕竟我赢。现在轮到我们了，孙前辈，诸位妖王，随我杀！早就等不及了，小的们冲啊！黑之皇，滚开！该死的人族！总有一天，我新人族会重新归来，尔等注定成为我族的血食。此战，诸位力挽狂澜，护我东境数千万百姓周全，乃我龙国不世之功臣。我已上报国主，为尔等请功。李将军过誉了，皆是老师教导有方。荒唐！人妖不分，纲常何在？此地妖气冲天，简直无我眼目。晚辈李靖国，忝为龙国东境总指挥，不知是何方高人驾临。老夫昆仑虚长老玄机子，我等沉睡千年，今朝苏醒，便是要重整天地秩序。未曾想，如今的世俗界竟堕落至斯，引妖为源，奉妖为雄。玄机子长老，你此言差矣。这四位并非妖邪，而是我龙国的护国英雄。若非他们，此地早已生灵涂炭。哼，英雄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李将军，你可知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妖就是妖，生性嗜血，残忍暴力。今日能为你所用，他日必将反噬其主。老头儿，我们在此浴血奋战时，你们这些自诩正道的上仙在何处清修？现在倒好，跑出来指手画脚，真是好大的威风！大胆妖狐，竟敢顶撞本座！看来是老夫久不出世，让尔等妖孽忘了昆仑的手段。玄机子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们是龙国的英雄，你想动他们，先问问我李靖国，问问我身后这数万将士的枪炮，答应不答应？冥顽不灵！既然你龙国执意要庇护妖邪，那老夫今日便连你一并教训。老匹夫，欺人太甚，想动我兄弟和李将军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？石头，住手！放开他！看到了吗？这便是人与妖的差别。李将军，老夫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余下三妖，由我昆仑带回镇妖塔镇压100年，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。有教无类，何分人妖？看来我们这方小小的天地已经容不下各位的求知之心了。先生，您讲的太好了，我们都想离您近些听。有教无类，道法自然。既然求学者众，那这传道之地也该广阔无垠才是。石敢当，弟子在。书院以立世为基，需山岩为骨。你去取山之脊梁，来做书院的基石。遵命，老师您就瞧好吧。穿山甲，弟子在。学府为育人之所，需灵气为脉。你去梳理地脉，引8方灵气汇于此地，滋养万物。弟子遵命。今日为师便让你们见识一门神通，化境为实。俺才走了多久？八戒，你又胖了，
看来江南的供奉比我长白山的野果子油水多呀。死猴子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富态，给老师带的千年太湖珍珠和灵骨，可比你的破山货强多了。我这可是万年的人参王，给老师补补身子。一群卑微的凡物也敢妄谈大道！哼，一个猴子，一头猪，这就是东方所谓圣人的高徒，真是可笑！你们的老师是缩头乌龟吗？让你们出来送死！现在跪下！老朱，我好像幻听了，他刚才是不是叫我猴子？大师兄，你没听错，他还叫我猪。看来是时候让这些蛮夷见识一下什么叫尊师重道了。怎么，卑微的猴子和猪被神奇的微光吓得说不出话了吗？你们的老师既然不敢露面，就由你们来承受我的怒火！跪下，向奥林匹斯宣誓效忠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们不死。老朱，这家伙比东海龙王还会下雨。不止，他还比阎王爷口气大。老师教我们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可没教我们见了狂吠的野狗该怎么办。老师教过要以德服人。德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德行一文不值。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神法。不可能！没有人能空手接住妙尔尼尔！你这是什么力量？别怕，别怕，俺大师兄这是在讲道理。老师说了，要有礼貌，不能动粗。老朱说的对，要有礼貌。这黄毛小子不懂礼貌，俺就用他的东西教教他什么是东方的礼貌。对我的锤子做了什么？还给我！哈哈，借来耍耍。该死的猴子，到底是谁？你的老师又是谁？俺是你孙爷爷，给俺破！总算活动开了筋骨。老朱，走，上山看看老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。就是，跟这种没礼貌的家伙浪费了半天时间，肚子都饿了。这就是老师门下弟子的实力吗？只是讲道理就如此恐怖？我一定要考进书院，我也要学讲道理。林轩何在？1月之期已到，他便是如此待客之道吗？派几个妖孽出来挡门！哎，老头嚷嚷什么啊？俺老师日理万机，见你们还得挑时辰。再说了，你们这架势是来论道的，还是来拆山的？妖猴休得猖狂！我等乃名门正派，今日前来是为天下苍生与林轩论个分明。妖族天性残暴，嗜血成性，林轩却有教无类，广开山门。就不怕为祸人间吗？呸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们这些牛鼻子老道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手上沾的血比谁都多。俺老朱以前在山上就见过你们蜀山的弟子，为了采一株灵草，屠了一整个狼族。那是妖狼作恶在先。作恶？我看是挡了你们的路吧。休要狡辩，妖就是妖，不通礼义，不明廉耻，与畜生何异？林轩此举是倒行逆施，混淆人妖，实乃修行戒之大忌。道在心中，不在血脉。诸位心有偏见，又修的是什么仙？诸位远道而来，便是我云溪书院的客人，请上座。林轩，废话少说，今日我等前来，只为一件事。你这书院，要么只收人族，要么就别怪我等替天行道，将这些妖孽尽数铲除。替天行道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你们的道是天道，还是你们自己的私欲之道？
强词夺理，妖族不识教化，你空谈大道有何用？难道还能让他们懂道德经不成？灵儿，你来告诉这位长老何为道。长老容禀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道是宇宙的本源，万物的规律，并非人族独有。长老口口声声人妖殊途，岂不是违背了道法自然的真意？你一只狐妖，竟也懂道德经？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老师教导我们，德行的高低在于心，而不在于出身。晚辈虽是妖族，却也知晓生而不有，为而不迟，长而不宰，是为玄德的道理。不知长老您做到了吗？小蛇如簧，就算懂些道理，也难掩其凶残本性。我蜀山弟子日前巡山，便被一只魔兽所伤，此等凶兽留置何用？掌门此言差矣，万物有灵，他若非感到危险，又怎会主动伤人？去吧，以后不要再轻易伤人了。空谈大道，不如行寸步之善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行。这是浩然正气，言出法随。我的道心破了。我们修了一辈子的道，道心竟不如他一言之微。道在心中，不在血脉。尔等心有偏见，修的是什么仙？我等知错了，林先生堪为天下师，云栖书院当为修仙圣地。道法自然，心存万物，方为大道。昨日之变，只为明心，非为争胜。先生一言，胜我100年苦修。老师救命啊！江南危急，东海要倒灌大陆了！顶住，给我顶住啊！老师，快来救命啊！师尊，东海演练，古老遗迹现世，引来两方争霸，殃及沿海。师尊，弟子愿往，斩尽来犯之敌。杀伐可平一时，不可平一世。此次你二人同去，你受大帝恩泽。长土石之力，此去当为万民筑起一道圣迹。你五行属金，杀伐过重，但今亦能生水，时刻之声在你心。此为观沧海，用心体会。去吧。沧海横流，复现磐石之故，定海神地，起！东临碣石，一观沧海，水河淡淡，今生水。我明白了，杀伐非道，掌控意识道。白帝裂海斩，区区陆地爬虫也敢染指海洋的霸权，在海神波塞冬的伟力面前，一切都将归于沉寂。素素师姐，师弟，我回来了。哼，又来一条长虫，今日便让你们见识什么是神的力量。这是化龙雷劫。竟然在这种时候渡劫！师尊，弟子便借着山海之压，云宝之力，踏出这最后一步。真龙，这怎么可能？真龙，此间灵气枯竭，怎可能诞生真龙？井底之蛙，焉知天地之广阔？今日你冒犯我云栖书院，当受惩戒。
天碎了。不是虚空，虚空裂缝，那些东西要过来了。好惊人的死气和毁灭欲望，这些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全速攻击对他们的效果很差，而且他们还能分裂。妖孽，休想踏入书院半步！小鹿师妹，准备治疗。不行，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我的治愈之力跟不上。这哪里是虫子，这分明是世界的病灶。师尊出关了！这就是师尊真正的实力吗？一笔可诛仙神，可灭世界。师尊神通盖世，一字可当100万天兵。恭贺师尊出关！师尊神通盖世，神通盖世，还没结束。这是什么感觉？我的灵力在恐惧。这不是法术，也不是生灵，这颗星球是活的。美味的生机，新鲜的规则归我了。你醒了，可惜伤得太重，太迟了。检测到宿主面临灭世级威胁，发布终极任务教化诸天。任务要求宿主的教化不应只局限于弟子，更要为这混乱的万界立下规矩，传播大道。完成任务，宿主将真正超脱。教化诸天，原来如此，这才是最终的道，非我之道。既然他不懂规矩，那我们就来教教他。孙老六、朱鸡鸡、石敢当、小鹿，所有持先天灵宝者归位。师尊，请下令！今日起，我云溪书院不仅要护此界安宁，更要为着诸天万界立规矩、传大道，布12圣道教化大阵。是。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天地定位，教化之时，阵起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，我云溪书院自当回访。一族、虫族、深渊母祭，原来如此。坐标以悉数不惑。孙老六，弟子在，命你为征西大元帅，朱鸡鸡为先锋，率妖族大军即刻远征异族世界，让那片天空倾听我东方的道理。弟子领命，必将师尊教化之道传遍异界。师尊放心，老朱我这一耙子下去，保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规矩。小白、小黑，弟子在。你二人率一支偏师直入深渊魔界，无需决战，只需将那潭死水给我彻底搅浑。遵命，师尊。正好拿那些魔崽子试试我的龙颜。石敢当、穿山甲，弟子在。你二人留下，协同天道意志，镇守地球大本营，固守大阵，不得有失。弟子明白。去吧。妖族孙悟空奉师尊离轩之命前来传道。不知死活的下界生灵竟敢反攻我界，全军出击，让他们知道何为神威。吃俺老朱一耙，天河倒卷。蛮力而已，不堪一击。
那是什么？朱鸡鸡，这一招天河道卷，气有余而意不足，进发7分，要留3分回转，方能引动法则之力，一力破万法。他在干什么？教学？念兵？多谢师尊指点，弟子悟了。呆鸟，再来见老猪一把。痛快！师尊看着呢，小的们，都给老孙打起精神来，谁也别给师尊丢人。教化之道始于规矩，不听话，打到听话为止。再不听话，便从这万界之中抹除便是。有趣的蝼蚁。你怎么晃得跟筛糠似的？俺老孙一跟斗都快翻不出东海了。不只是地，你们看天，太阳和月亮都变小了。师尊，万界本源汇聚，地球正在急剧膨胀，已然扩大了数千倍，恐怕整个太阳星系都已容纳不下了。无妨，量变引动质变，此界积蓄一足，是时候飞往更广阔的天地了。师尊的意思是飞升？此去名为大千世界，乃万界之核心，那里神魔行走于大地，圣人俯瞰着凡尘，是我等真正的考场。但飞升亦是危机四伏，必有宵小之辈想在萌芽之时将威胁扼杀，为师需闭关一段时日，炼制一件护道之物，以浩然正气为骨，以弟子信仰为脉，以万界本源为魂。雄，此塔便名为万世师表塔。凡有恶者入我考场，当知血海无涯。有趣的蝼蚁之家，先在本座的食谱上从未有失手2字，在你成熟之前，便将一起吞下。是什么东西？俺老孙动不了了！好可怕的威压，感觉要被碾碎了。坐下。这位同学，上课要认真，先把名字写上。先生，这位是……那能一口吞掉星系的怪物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我叫吞星。那个名字不好听，从今往后你就叫星星。来，坐好，老师教你写自己的名字。先生，天地异变，这是……不必惊慌，地球回家了。上课。我叫林轩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，现在开始上课了。